今晚的主角是来自巴西的硬核博主阿丽亚娜，在她的老家，凌晨2点半出门，并非散步，而是像进行荒野求生般危险的活动。这需要提前写好遗书、戴头盔、穿防弹衣才能进行的极限运动。然而，她今晚偏偏不信邪，决定在凌晨2点半，独自一人举着相机走进中国上海的夜色中，想要探索这座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东方魔都，在褪去白日繁华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恐怖秘密。夜幕降临，冷风呼啸，阿丽亚娜站在空旷的上海街头，仿佛误入平行宇宙的迷失羔羊。为了向没见过世面的观众解释上海的重要性，她费尽心思，最终提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比喻。De São Paulo da China, porque é a cidade com a maior população urbana da China e é a cidade onde tudo acontece。姑娘，你可真敢说，上海的 GDP 让圣保罗俯首称臣300次，更不用说治安了。不过，我们先不要急于嘲笑他，毕竟在他的认知里，圣保罗已是繁华的最高象征。这就像一个刚进城的农村姑娘指着保时捷说：“哇，这简直是我们村最快的拖拉机。”我们应展现出大国风范，包容这种带着泥土芳香的赞美。在寂静的街道上，阿丽亚娜内心戏份疯狂加码。她对着镜头坦白，自己在中国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空旷感。习惯了中国日间人潮拥挤的他，突然发现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没有广场舞大妈的音响，没有早点摊的烟火，甚至连个按喇叭的电动车都没有。这种极度的安静让他感到不安，开始东张西望，仿佛黑暗中会随时跳出几个蒙面大汉。屏幕前的网友也为他捏了一把汗，有人问他：“很危险的姑娘，你不害怕吗？”他深吸了一口气，对着镜头给出了让所有拉美老乡集体陷入沉思的回答。Perigoso, menina. Você não tem medo, não? Medo de barata, oi. Medo de cair. 在他们那旮瘩，凌晨2点出门的他们，害怕遭遇抢劫、枪击或被黑帮火并重的流弹击中。而在中国，他们最大的恐惧竟然变成了担心踩到一只过路的小强，或者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摔倒。这叫什么？这就叫治安降维打击。当一个人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不需要担心时，他才会开始关注昆虫和自身的平衡感。事实上，午夜的上海并非一座沉睡的死城。在探索中，阿丽安娜发现这座城市其实是在装睡，在那些昏暗的角落里，凌晨的中国依然在悄无声息地运转着。她看到了一个拖着巨大行李箱的中国女人，孤身一人在街头赶路。老外惊呆了，这女人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这么大个箱子，里面装的哪怕是砖头，在别的国家也早就被连人带箱子劫走了。但在中国，她就像在自家后花园散步一样从容。随后，阿丽亚娜目睹了仍在轰鸣的施工现场，即使在城市的沉睡期，泥瓦匠和挖掘机依然在疯狂输出。她对这群在城市沉睡时还在建设城市的人肃然起敬，感叹他们值得更多的认可。没错，姑娘，这就是中国速度。你以为那些摩天大楼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的吗？不，那是无数个这样的深夜，一砖一瓦拼出来的赛博奇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夜越来越深，阿丽亚娜开始期待能遇到点什么刺激的事。毕竟按照西方电影的套路，午夜十分怪胎，变态吸血鬼该出来活动了。话音刚落，前方高能预警，一个跌跌撞撞的黑影出现了。阿丽亚娜瞬间警觉，镜头拉近，只见一个人步履蹒跚，左摇右晃，仿佛在进行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E ele tá parecendo que tá dançando quadrilha, né? É um bebo que dança. 没有暴力，没有挑衅，只有被酒精麻痹后的一丝滑稽。看到这一幕，阿丽安娜彻底绷不住了，她对着镜头用一种近乎无奈的语气说出了今晚最毒舌也最经典的一句名言：绝了！这句吐槽简直可以载入史册。在 YouTube 的评论区，一位名叫 USM 的外国网友的评论令人捧腹大笑，我简直无法承受。刚刚还称中国为榜样的醉汉，紧接着就出现一个醉汉大叫，这反差简直笑死我了。一位巴西网友更是发出灵魂拷问，在巴西，女性甚至不敢在白天单独出行，更不用说夜晚了。我们活得像囚犯一样，这真是一个地狱般的国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样是醉汉，在某些国家，醉汉可能被视为不可控的暴力炸弹，而在这一案例中，中国的醉汉最大的危险可能仅仅是吐沫，或者拉着你非要跟你拜把子。在街上漫步一圈后，阿丽亚娜的肚子开始抗议，既然找不到坏人，那就找点吃的吧。放眼望去，除了路灯，整条街上唯一亮光来自如灯塔般存在的24小时便利店。他推开门，欢迎光临的机械声让他吓了一跳。Não é possível que eu vou fazer vídeo na China pela primeira vez sem falar ni hao. Eu vou falar com as paredes ni hao.
但很快，货架上的中国零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哪里是便利店，这简直就是中国零食的赛博试验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包冻干秋葵，阿丽亚娜瞪大了眼睛，仿佛看到了外星生物。秋葵那种黏糊糊、滑溜溜，吃起来像是在嚼鼻涕的蔬菜，被做成干脆面一样的零食。她毫不犹豫地拿下一包，心里盘算着秋葵没热量，这玩意儿肯定吃不胖，我要吃10包。天真，太天真了。当他拆开包装，一口咬下去时，清脆的咔嚓声在凌晨的便利店里回荡。他一边嚼一边露出了怀疑人生的表情，回味里确实有秋葵的清甜，但那股子浓郁的油炸香味是怎么回事？他突然醒悟，这玩意儿虽然叫秋葵，但在神秘的东方科技狠活加持下，热量绝对不低。没等他从秋葵的暴击中缓过神来，冰柜区又给了他一记重锤。是的，你没听错，饭团冰淇淋不是那种做成饭团形状的雪糕，而是真真正正含有大米和碎海苔的冰淇淋。阿丽亚娜颤抖着撕开包装，尝了一口後，她的面部表情扭曲了。海苔的咸鲜和冰淇淋的甜腻在她的口腔中激烈碰撞，仿佛是一场味觉的生死搏斗。Que negócio estranho. Gostei não. 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商家为了掏空消费者的口袋，连碳水化合物、海鲜和冰块的组合都能想得出来。为了押金，他又拿起了一瓶日本品牌的 Super Dry 超干啤酒。这一波反向带货，我给满分。当然，便利店里怎么能少得了中国人的灵魂伴侣——香肠？阿里安娜在便利店的货架前，面对着种类繁多的香肠面包和香肠卷，不禁发出感慨：中国人喜欢把香肠加进各种东西里。在我们的世界里，万物皆可卷香肠，手抓饼里加一根，泡面里加一根，甚至连炒饭里都要切点火腿肠。这不仅是对碳水和脂肪的极致追求，更是我们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带着一肚子奇怪的零食，阿丽安娜走出了便利店。凌晨3点，她决定挑战中国的公共交通系统。在公交站，她遇到了一个满脸迷茫的老外。该男子正拿着一张实体银行卡，对着公交车上的扫码机器疯狂比划，试图刷卡上车。机器毫无反应，老外的表情逐渐崩溃。Sebastião Pay, e aqui nessa parte transporte que vai gerar. 在西方，信用卡是身份的象征，但在中国，当一个人亮出一张塑料卡片时，周围的环境只会让他显得像是从上个世纪穿越而来的文物。但通过简单的扫码支付，中国速度展现得淋漓尽致，降维打击无处不在。在经历了几站公交的旅程后，阿丽亚娜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街道。在路灯的微光下，她发现了一排整齐的共享单车，这令她兴奋不已。她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孩子一样冲了过去，扫码开锁。随着清脆的电子提示音，她跨上了这辆共享单车。凌晨3点半，一个外国女孩骑着共享单车穿梭在上海的街头。微风拂面，没有尾随的脚步声，没有黑暗中窥视的眼睛，只有绝对的安全和自由。油管评论区的外国网友看到这一幕，极度的后槽牙都要咬碎了。一位名叫露西安娜的网友留言：太不可思议了，街上那些男人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没有人去骚扰她，太清静了，文明程度太高了，真希望我们也能这样。另一位网友更是直言不讳，在巴西，你别说拿手机扫码了，你敢在街上把手机掏出来，下一秒它就成别人的了。骑着骑着，阿丽亚娜来到了一家关着门的餐厅前，虽然大门紧闭，但透过玻璃窗能看到里面灯火通明。你好 Close。正当他感到失望时，大哥突然通过比划和猜测告诉他一个秘密：虽然实体店已经关门，但是可以点外卖。阿丽亚娜半信半疑地打开了外卖软件，在凌晨3点半，这条没有鬼影的街上点了一份外卖。这在他的认知里简直如同天方夜谭。然而出于好奇，他还是下单了一份炸鸡腿和一个极其离谱的菠萝汉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颠覆了他的世界观。外卖小哥递上热气腾腾的食物，转身消失在夜色中。阿丽安娜手持沉重的塑料袋，整个人都傻了。外国人，睁大你们的双眼看看吧，这就是中国的外卖网络。无论你居住在30层高楼，还是凌晨3点蹲在马路牙子上吹冷风，只要手机里有钱，中国的外卖小哥就能通过网络将热饭送进你的嘴里。城市可能沉睡，但外卖系统永远清醒。这不仅仅是送餐，这简直是精准的战略物资投放。阿丽安娜急不可待地拆开包装，坐在马路旁的台阶上，开始了她的深夜吃播。她首先拿起一块炸鸡腿，咬下一口，咔嚓一声，酥脆的面衣混合着滚烫的肉汁在口腔里炸开。
紧接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感到太辣了。那种直冲脑门的辣味让他不停地吸气。他对着镜头开始长篇大论地反思自己曾经对吃辣的沉迷，甚至上升到了人生哲理的高度。好，我们来品尝炸鸡，竟然还吃出了诚意。现在重头戏来了，菠萝汉堡，一个注定要载入黑暗料理史册的发明。阿丽亚娜小心翼翼地掀开汉堡胚，展示给镜头，一块巨大的黄铮铮的菠萝片嚣张地躺在厚实的炸鸡排上。她深吸一口气，咬了下去，时间仿佛静止，她的表情变得极其复杂，仿佛在努力解析一段乱码。Sim, a China é incrível. Vocês estão vendo? 恭喜你，姑娘，你终于体验到了中国快餐界的终极杀器，中西结合的味觉灾难。将热带水果硬生生塞进油炸食品里的做法，充分展现了中国厨师们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尽管这种创新可能挑战人们的味觉认知，但其敢于打破常规的精神确实值得赞扬。凌晨4点，天边开始透出一丝亮光，阿丽亚娜坐在路边，准备结束这场疯狂的午夜狂飙。在视频的最后，她收起了之前的嬉皮笑脸，极其认真地说了一段话。这段看似平淡的视频，却像一记重锤，击中了观看视频的每一位外国网友的心。在 YouTube 的评论区，有外国网友留言，甚至让我感动得落泪。一个女孩子能在凌晨4点独自一人坐在异国他乡的街头吃汉堡，而不用担心遭遇抢劫或性骚扰，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还有人说，她没有感受到所说的真空感，我只看到了极致的文明与安全。是的，什么是不夜城？不夜城并非霓虹灯下的喧嚣与混乱，真正的不夜城是即使在凌晨3点，也能在街头找到一盏为你亮起的便利店灯光，是你无论多晚下班都不必紧握防狼喷雾，是这座城市用一张无形的安全网守护着每一个夜行人的平安。阿丽亚娜通过一个凌晨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的网友生动地展示了一堂关于中国的课程。它让我们看到，安全这种在某些国家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在中国只是最基础的空气和水。这里没有歌坛式的蝙蝠侠，因为这里根本不需要蝙蝠侠。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点个赞，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精彩感受。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交换世界的精彩旅程吧。